关于近日美国媒体渲染美英关系特殊，取决于英国航母编队是否冲进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一话题，外界议论纷纷。美国人的逻辑显然已经摆在明面上了，必须让英国航母用闯南海岛礁12海里来展现对美国的忠心。自拜登上台，利用盟友对付中国的举动非常常见，日本是一个，澳大利亚是一个，现在的英国也是一个。以航母来论，就连美军都没有派出航母闯过中国领海，如今却让英国当这个炮灰，不愧是全球霸主，自私自利的丑恶模样一览无遗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美国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求，对英国而言可谓是处于两难，闯入12海里必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，加上昔日的盟友现在成了美国的马仔，英国肯定会绝对没面子。但实际上话说回来，不管闯不闯，英国都没有这个面子。分析看来，不闯顶多就是面子的问题，可一旦闯了12海里，就不单单是面子的问题了。上了美国的当不说，甚至还可能面临4大致命的风险。第一是撞，就英国航母的质量，倘若发生撞击，漏水或者击沉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而且还是在中国的地盘上，解放军火力十足。第二是围，解放军完全可以利用舰艇的数量取胜，将英国航母围起来，让其难以动弹。第三是射，在不直接射击的情况下，锁定瞄准英国航母，就例如此前俄罗斯军方在黑海锁定荷兰军舰一样，用这种绑起来打的模式。第四就是炸，英国航母敢闯中国领海，解放军直接开火。相比之下，说白了，最后一种是最有效且能重击挑衅者的方法。如此狂妄的举动足以说明该国不怕死。既然如此，解放军为什么不效仿俄罗斯的做法，直接朝英国航母周围扔炸弹，重演今年6月份英国军舰在黑海遭俄罗斯军方开火警告的一幕？届时丢人的只会是英国人自己。当然了，中方也还是给了英国人机会的。据悉，对于英国派出航母打击群前往亚太海域，甚至有可能闯入中国领海的行为，中方早就有所准备了。就从外交上来看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就挑明了，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、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，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举动。变相来说，这已经是在给英国人台阶下了。这一次摆在英国人面前的有2条路，是死是活，就看英国人是否下我外交部给的台阶。至于美国妄想利用英国对付中国，阴险意图早已曝光。退一步来说，就算这次英国航母闯入中国领海了，解放军大可直接开火，正好给其他域外势力来一个杀鸡儆猴。到那时候，美国就要敲响丧钟，能利用的盟友怕是早跑了。近日，美国媒体《今日美国报》报道，自从2018年以来，美军整体自杀人数几乎是年年都在增长。而最近，根据美国国防部出的一份最新数据显示，2021年的第一季度，美军现役军人中已经出现了76人死于自杀。虽然比2020年第一季度的自杀死亡人数有所下降，但是同期自杀人数中却依然不容乐观。因为陆军自杀人数依然不断在上升。其实真要说起来，美国军中自杀率增加和咱们是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是谁让美国已经攀咬中国似乎已经成了习惯，这回又硬是把美军自杀人数越来越多的原因怪到了中国头上。今日美国报的报道中还采访了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，询问为何美国军中自杀人数增加的原因时，这位五角大楼的高官直接妄言都怪中国。这位美国高官表示，随着中国不断增加的挑战，美国各大军区的司令部开始不断要求增加兵力，以便应对美军指挥官不断在增加的舰队和战机海外巡逻的需求，以至于士兵长期处在非常疲惫的环境下，也因此而出现的各种心理疾病，让士兵们选择自杀。这还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中国老老实实的发展自身，美国却非要把中国扯到中美竞争、挑战美国的层面上来说。当然，要非说中国挑战了美国也就算了，美国还要试图用军事实力压迫中国，让中国停止发展。这种完全不尊重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，中国直接忽视有什么问题吗？而且中国除了在南海的自家底盘上部署，最多是在吉布提有一个海外维和军队休整的基地，偶尔短期的和其他国家做一点联合训练。这和美国在全球拥有的6大军区以及长期部署航母和大半兵力在海外相比，谁更有威胁，简直是一目了然。
与其说美国军队越来越多的部署是因为中国而起的，还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。毕竟如果不是美国总喜欢把自己摆在全球主宰的位置上，也不至于经常全用全球部署来彰显自己的地位，也自然不会有长期处于疲劳奔波状态的士兵。所以对这件事，就有网友表示，中国还真是躺着也中枪。甚至还有网友另辟蹊径，对这件事有另外的解释：中国其实是在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因为照着美国士兵这种效率，说不定中美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，美国士兵自己就没了。当然，这种说法或许比较夸张，但是美军的这种状态其实根本上就是美国自己的缩影。霸权不仅是对美国实力的彰显，同时也在不断拖累美国，而这也将会导致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，最后只能不甘的消亡。为了宣扬自己还是个全球性大国，英国向亚太地区派出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，甚至还要在南海挑衅中国。近日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访问越南时谈到南海问题，他称反对中国对九段线及有关岛礁的主张，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的结果。英国将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力量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。对此，我外交部发言人言辞反驳，南海仲裁所谓的裁决完全是非法的，中国不接受。英国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，也纯属无稽之谈。反倒是英国派航母战斗群远道而来，跑到南海挑事生非、秀肌肉，加剧南海军事紧张形势。到底是谁威胁航行自由和安全？英国那一套炮舰外交早就行不通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也有卫星图显示，英国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南海。值此之际，中国广东海事局连发航行警告，在南海启动一系列军事演习。而在这之前，华盛顿观察家报曾经刊文表示，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否真的特殊，取决于英国政府是否会派军舰进入中国领海12海里范围内，因为美国盟友们都不愿意这么做。然而刚怂恿完，五角大楼却又变脸了。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7日访问新加坡时公开表示，如果英国不把重点放在亚洲，作为盟友可能会更有帮助。他表示，军事资源是稀缺的，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找到分担军事重任的最佳方式。通俗来讲就是谁让你来的。英媒表示，奥斯汀的质疑是对英国政府雄心的一个打击。同时，在东南亚访问的奥斯汀还表态，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，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，呼吁加强与解放军的危机沟通。美防长是怂了吗？分析称，美国并非表面上的想缓和关系，而是十分担忧欧盟将军事力量过度涉足印太地区。英国防长还在日本访问时表态，将在印太地区永久部署2艘军舰。此外，法国不久前还参加了美日澳法海上演习，德国也表示要派军舰。美国人认为这可能会让俄罗斯趁虚而入，从而削弱美国本土附近的防御力量。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，让你好好看家护院，你就要当人人喊打的流浪狗。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，不得不提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。众所周知，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快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也就愈发强劲。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早在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，面对一个强大起来的苏联，美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压。而如今这一幕又在中国身上重演了。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对抗，美国人的心态似乎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在军机3度降台之后，美军再做出了一擦边球举动，美舰穿航台海。从表面上看，美国的挑衅姿态似乎十分强硬，并不怕中国的反制。在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海后，美军对此进行了公开炒作，意图最大程度地破坏两岸局势。但是随后美国国内的声音却将美军的色厉内荏暴露无遗。我们都知道，祖国统一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，这是中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，同时也是两岸人民的民心所向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美军穿航台海的行为无疑是在赤裸裸地叫板两岸，这切实地违背了中方对美划定的3条红线的其中一条。可以想象，在美军的不断挑衅下，解放军的忍耐已经越来越接近极限，而反击也越来越近。美国内部很清楚这一问题的严重性，因此在美军做出这一挑衅举动之后，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海顿上将表示，一旦在台海发生冲突，美军将再次遭遇惨败，这事关美国的存亡。据悉，这样一场台海战争推演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进行，美国挑选在这个时候公布结果，其意味不言而喻。海顿表示，基于前2次推演结果，美军在这次模拟中美对抗中改进了相关的作战战略，但是效果仍然十分不理想。
报告显示，一方面，解放军在过去的10几年时间里发展更为专注，军事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研究表明，在开战前，解放军将会掌握美军的一切动态，也即解放军将会彻底颠覆美军的信息主导优势。一旦丧失了作战主导权，美军的惨败将变成必然。从这次美舰穿航台海的事件中，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。尽管解放军并未给予武力回击，但是我国东部战区的部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对美舰进行全程的跟踪警戒。中国军队早已准备好应对一切挑衅，并做好了坚定捍卫国家最核心利益的决心。美军要是不怕，大可一试。